不嫁了，传我号令，东西全搬回去。吉时已到，请新房进门。这门我不进了。小姐，这都什么时辰了？他们分明是故意给咱们下马威。今日是我嫁入靖王府的日子，靖王萧凛是当今圣上最看重的儿子，这桩婚事名为恩宠，实为牵制。这沈家小姐是犯了什么错？吉时都过了，王府连门都不开。听说是德妃娘娘的意思，不喜这位新媳妇儿，故意折辱呢。还没进门就受这等奇耻大辱，以后日子难喽。父亲官拜丞相，哥哥手握重兵，皇家忌惮沈家，所以赐婚。父亲为我备下百台嫁妆，只为让我有底气。可如今，这些底气正被放在烈日下暴晒。3个时辰，6个小时。萧凛，这是你给我的下马威，想让我收起傲骨，俯首称臣。明叔，若受了委屈，沈家永远是你的后盾。去时已至。春和，小姐，传我的话，所有嫁妆原路抬回沈府。是小姐。听小姐号令，回府。闹够了，时辰到了，进来吧。时辰到了，3个时辰的分毫折辱，你们以为我沈明书会收起傲骨，俯首称臣？王爷，你好像弄错了一件事。说什么？不是我要闹，是你的门开得太晚了。放肆！你这不知好歹的东西！走，在我身后，那扇大开的靖王府大门，此刻显得无比讽刺与可笑。我能感觉到身后无数道目光，有萧凛的，有德妃的，有整个京城百姓的，他们大概都在想，我疯了。父亲，女儿不孝，给沈家惹祸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什么活不活的？天大的事儿，有爹给你顶着。我沈清源的妹妹岂能受此等羞辱？父亲，哥哥，此事因我而起。住口！你是我沈静言的女儿，是我沈家的人，他们羞辱你，就是打我沈家的脸。把小姐的嫁妆都好好的搬回库房，一件都不能少。是，相爷。小姐，您是没看到靖王那张脸，黑得跟锅底一样，还以为您还会求着他进去呢。他会的。什么？他们手握皇权，可以肆意拿捏。我今日的举动，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小孩子的气话。明叔，你打算怎么办？父亲，这门亲，女儿是断然不会结的。可这是圣意，圣意又如何？圣上赐婚是为了皇家颜面，也是为了拉拢沈家。但靖王府所为，已将皇家颜面踩在脚下。若我今日忍了，那今后沈家在京城便再也抬不起头。他们今日敢让我等3个时辰，明日就敢让我跪在雪地里，一步退，步步退。父亲，哥哥，我们不能退。我的女儿长大了。好，既然你不愿，那这亲我们就不结了。我这就进宫面圣，哪怕拼了我这身官服，也要为你讨回一个公道。少爷，宫里又来人了，圣上召您即刻入宫。妹妹，父亲此去，怕是凶多吉少。圣上给了台阶，我们却不下，这就是公然抗旨。哥哥，你觉得圣上现在最怕什么？自然是怕边疆不稳，朝局动荡。那他最需要什么？需要沈家，需要父亲在朝堂稳定人心，需要你在军中稳住将士。所以圣上不会真的对沈家怎么样，至少现在不会。他召父亲进宫，不是为了问罪，而是为了谈判。谈判？对，圣上要面子，沈家要里子，这件事总要有个说法。靖王府可以不认错，但沈家绝不能受这个委屈。这是我，也是父亲的底线，就看圣上如何权衡了。父亲，情况如何？去书房里说。圣上很生气，但是他也知道这件事是靖王府理亏在先，我便问圣上，沈家女究竟是嫁给靖王为妃，还是去做奴婢？若为王妃，为何大婚之日连王府大门都进不去？
若为奴婢，那这婚事必当我沈家高攀不起。我能想象到当时御书房里剑拔弩张的气氛，父亲这是在用整个沈家的前途赌圣上的态度。父亲，圣上最后怎么说？圣上说婚事照旧，但是他给了你一样东西，这是如朕亲临金牌。这块金牌，剑牌如剑君，可号令百官，可先斩后奏，是无上的权柄，也是烫手的山芋。圣上的意思是他给了你天大的体面，让你自己去处理靖王府。他要你拿着这块金牌，风风光光地回到靖王府。这不是让妹妹自己去跟他们撕破脸吗？圣上这招确实高明，他谁也不得罪，反而把这烫手的山芋踢给了我。我若拿着金牌耀武扬威，今后在王府便落了个仗势欺人的名声。若我输了，便是我自己无能，横竖他都是坐收渔翁之利。明叔，这块金牌你打算怎么办？父亲，圣上既然递了刀，我自然没有不用的道理，但他想看着我与靖王府两败俱伤，也未免太小瞧我沈明书了。天啊！竟然真的是如尘亲临金牌，圣上居然把这等御赐之物给了沈明书，这沈家……各位夫人，各位姐妹，昨日之事让大家见笑了。圣上仁德，知我受了委屈，特赐此金牌，本意是让靖王府给沈家一个交代，但明叔以为一家人关起门来说话便可，何必闹得人尽皆知？所以我不会拿着金牌去靖王府耀武扬威，我只求靖王殿下能亲自来此地将我接回。只要王爷肯来迎这块金牌，我便当众还给圣上。从此你我恩爱如初，昨日种种皆是误会。萧凌，难题我重新抛给你了，你若来接，便是当众低头认错；你若不来，便是公然违抗圣旨，不将这御赐金牌放在眼里。我倒要看看你堂堂靖王，是要你那文人风骨的脸皮，还是想要皇家的差纸？靖王会来吗？这沈小姐也太胆大了吧！这不是把靖王架在火上烤吗？可他手上有金牌，靖王不来就是抗旨啊！小姐，万一王爷不来怎么办？他会来的。闹够了，本王亲自来迎，已是给足了沈家体面。上轿，跟本王回府。王爷，你好像弄错了一件事，不是臣女要闹，是你的迎亲轿子太寒酸，你迎娶正妃的诚意太下作。沈明书，你别给脸不要脸！今天你若不跟本王回去，这辈子都休想进靖王府的大门。那这王府大门，臣女不进也罢。好，沈明书，你给本王等着！堂堂迎娶正妃，却用这等纳妾的青皮小轿，靖王府未免太小子气了。呸！什么东西？自己没规矩，还敢嫌弃我们小姐？王妃娘娘，靖王殿下走得急，怕是忘了安排车马。小殿这顶轿子还算干净，娘娘若不嫌弃，不必。走，走，回王府。哟，王妃娘娘，您可算回来了。奴才在这风口上可是等了小半个时辰了。这就是萧岭和德妃给我设的新局。天香楼的低头只是权宜之计，真正的刀子藏在这扇门后。没有火盆，没有马鞍，没有本该由婆母递上的系着红绸的如意秤。这是正妻进门的3道铁律，如今全成了一片空白的青砖地。火盆呢？春和姑娘，这府里有府里的规矩。德妃娘娘晌午被外头的喧闹冲撞了，头风发作，刚喝了药躺下。娘娘吩咐了，既然王妃是自己走回来的，那些虚礼就免了，免得火气太旺，冲了府里的安宁。挺好，省了我的膝盖。王妃，请吧。王爷去书房处理公务了，今夜怕是不得闲。您的住处，娘娘早安排妥当了。王妃，
主院那边前阵子漏雨，还没修缮完。这听竹院清静，最适合修身养性。您先委屈几日。小姐，他们欺人太甚。去井边打水。可是打水，我嫌这衣服重。水很冷，激得人清醒。不用我守夜，也不用我等门。动，3更天啦！萧凛没有来，这是晋王府的第一个晚上。这什么破炭，连个火星子都打不着，光冒烟了。别捣了，那是最下等的渣炭，点不着的。小姐，这德妃娘娘的心肠也太黑了，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里动啊！德妃要动，也得看我受不受着。你今儿一早去前院打听点事儿。打听什么？昨天大婚，这府里到底为什么闭门？我要听真话。拿银子去探。打听到了。小姐，昨天王爷根本不是去处理公务，德妃娘娘也不是头风发作。直接说。是因为表姑娘，就是王爷那个远房表妹，叫柳青晴。早年丧父丧母，一直养在王府。昨天早上原本吉时已到，花轿也快到了，这表姑娘突然在自己院子里装病，说是心口癌痛，咳了一口血。王爷心疼的要命，直接撂下喜服，跑去柳青衣院子里守着了。这一守就是整整3个时辰。德妃娘娘也纵着，还说反正沈家的女儿上赶着要嫁，晾一晾煞煞威风也好。合着我们老爷准备的摆台嫁妆，您受的天大委屈，就是为了给那个破落号表妹腾地府装可怜。原来如此，这就对了。我的嫁妆进不进门，沈家的面子丢不丢，都不如那个表妹咳出的一丝血重要。小姐，你怎么不生气？生气？我为什么要生气？如果是昨天，我或许还会愤怒，但现在我只觉得可笑。春和，把昨天那套假衣收起来，从匣子里挑一件素净的衣裳穿上。可是今儿得去给德妃娘娘和王爷敬茶，穿素净的怕是不合规矩。这府里昨天就没规矩了。王妃娘娘、德妃娘娘在前厅等着您去敬茶呢。走吧，去见见这位娇贵的表姑娘。儿媳沈明书给母妃请安，给王爷请安。没规矩的东西，进了王府的门，不知道媳妇第一天要行大礼吗？母妃息怒，明书出嫁前，父亲确实教过规矩：正妻进门，走正门，跨火盆，拜天地。沈相就是这么教女儿的。明书昨天是走侧门进的听竹院，连个火盆都没见着。既然没走全正式的礼，这大礼自然也就无处可行了。你这个放肆的丫头！姐姐息怒，都是青音的错。昨日青音旧疾复发，连累王爷和姑母操心，这才误了姐姐进门的吉时。叫我姐姐没名没分，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坐实她受了委屈的形象，顺便试探我。青音给姐姐敬茶，愿姐姐和王爷百年好合。我若接了，就是承认她在王府的地位；我若不接，便是擅妒不容人。放肆！沈明书，你疯了吗？青衣身子本就弱，好心敬你茶，你竟敢拿热茶泼她！王爷心疼了。你擅妒成性，不堪为妇。王爷弄错了一件事，这茶不是明书泼的，是表妹手抖，自己没端稳。再说了，表妹既然没名没分，这声姐姐我沈明熙担不起。这杯茶我也嫌脏。反了！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竟然敢在王府里撒野！来人，给我把这毒妇拖下去掌嘴！母妃要打我，用什么名目？是不敬婆母，还是欺凌弱小？打了我，明日京城大街小巷就会传遍，晋王府为了一个远房表妹，新婚第2天就动用私刑殴打正妃。您觉得圣上听到这话，是会夸您治家有方，还是会问责晋王宠妾灭妻？够了，沈明书，你别拿父皇来压我。你真以为这王府里没人治得了你？王爷自然治得了我。从我进这王府起，王爷和母妃不是一直在治我吗？
让我走侧门，住破院，给尸炭吃冷饭，这些不都是王爷的手段吗？姐姐误会了，府里最近开销大，各院的例分都减了青音代管中率，也是为了王府精打细算。母妃，原来这王府的家是由一个外姓表妹当着的。哼，青音知书达理，这些年帮我打理后宅井井有条。你刚进门，不懂府里的规矩，自然由他先管。姐姐，既然你爱管，这烂摊子就交给你了。从今天起，听竹院的一样开销不需要王府出1分钱，我的嫁妆我自己做主。但这王府的柴米油盐人情往来，表妹你可得仔细些，千万别精打细算到连王爷的脸面都算进去了。春和，我们走。小姐，您怎么能把管家对票扔给他呀？那可是王妃的权利，您这不等于把王府拱手让人了吗？权利？你以为那是权利？那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无底洞？柳青音敢给我送渣炭，说明什么？说明王府的账上已经没钱买好炭了。德妃今天穿的那件衣服，袖口都磨毛了。正堂里的那个青花瓷瓶，也是个后仿的次品。晋王府早就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空壳子，他们娶我，除了兵权牵制，更是他们是穷疯了，想吃我的嫁妆来填窟窿。我现在把管家权给他，就是把这个烂摊子砸在他手里。没有我的嫁妆，我看他拿什么去维持王府的体面。别管他们，拿着钱去后街找几个工匠，把咱们院子的后墙凿开，重新安一扇门，顺便买些上等的银霜炭和鲜肉回来。我要让这座死气沉沉的王府闻闻银子的味道。是，小姐。只要银子给足，没有办不成的事。我不打算和萧岭德妃在正门那条路上耗时间，这扇后门就是我在王府的生门。小姐，您看看，这都是人吃的东西吗？我去大厨房理论，那管事的婆子竟然说是表姑娘交代的，说什么王府如今提倡节俭，还说小姐既然不用王府的钱，这些烂东西就是对您的额外关照，他们真是要把我们饿死痛死啊！掐断粮草和炭火，柳青音是算准了我不肯低头，想用这种下作手段逼我就范。不吃就不吃，谁稀罕他们这破烂玩意儿？慢着，留着，这可是表姑娘的关照，得好好存着，日后有用。大小姐，相爷和少爷不放心您，特意让老奴悄悄送些东西来。相爷说了，只要您一句话，拼了老命也把您接回去。父亲和哥哥有心了，王叔，我没事。银票拿回去给父亲，我的嫁妆足够我花了。以后你每隔3天从这扇后门送一次吃食和木炭，记住要悄悄的，别让人发现。是，大小姐，老奴明白。春和，奴婢在。去，把院子里的那个旧石墩子搬进来，咱们在屋里搭个小灶。啊，在屋里搭灶台？对，我要让这听竹院的肉香顺着风飘到他们主院去，让他们闻着味儿。小姐，这肉真香，神府送来的鹿肉就是新鲜。再撒点孜然和粗盐，不用烤得太老，嫩一些才好吃。是，小姐。
这怎么做啊？连个油星子都没有。表姑娘今天只拨了30文钱的菜金，让咱们给一大家子人做晚饭，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嘘，你小声点儿。听说主院那边王爷和娘娘也跟着吃素呢，咱们做下人的还能挑什么？是肉味儿，还有孜然味儿，好香啊！这是哪儿来的？咱们府上可有大半个月没见着一点荤香了。我的老天爷，这听竹院里是在烤肉啊！怎么回事？这府里哪来的这股味道？表哥，是姐姐的院子里传来的。下人们说，姐姐在院子里私自搭了灶，自己烤鹿肉吃。放肆！这府里正在缩减开支，连母妃都带头吃素。她身为正妃，竟然带头骄奢淫欲，这是要把王府的规矩踩在脚底下吗？表哥息怒，姐姐毕竟是相府千金，哪里受得了咱们这清苦日子？只是这味道传得满府都是，下人们闻着味儿，都说王府亏待了王妃。那些嘴碎的，甚至抱怨起青音涨价不公了。我倒要看看，他沈明书究竟想干什么！王爷这踹门的习惯真得改改，修门也得花银子。王府账上还有闲钱吗？沈明书，你这是在干什么？吃饭，王爷要来一块吗？春和手艺不错。你，这府里上下都在节衣缩食，连母妃的病药都减半。你身为晋为晋王妃，不想着为王府分忧，竟敢在自己的院子里大鱼大肉，骄奢无度。你把皇家的体面放在哪里？这是前天表妹以王府节俭为名，让人送来给我这个正妃的例份。还有那炭，这就是表妹给我准备的节俭的，湿的，点不着，一点全是毒烟。王爷，我沈明书是嫁进王府，不是卖进王府。既然你们不给我饭吃，不给我炭烧，那我自己掏腰包买肉吃，买炭烧。我花我自己的嫁妆，怎么就伤了皇家的体面？这不可能。青音一向温婉，她绝不会什么？绝不会克扣正妻。王爷若是心疼表妹，不信我的话，那就去问问外头那些下人。王爷，王府2个月没发月钱了吧？你在这跟我讲体面，你知不知道你的下人们已经饿得连拿刀的力气都没有了？什么东西，自己没本事养活一大家子，倒来怪咱们吃得好。小姐，咱们还烤吗？烤？为什么不烤？不仅要烤，还要大张旗鼓的烤。明天去后门买几斤上好的羊肉排骨，再去买几坛烈酒。我要让这听竹院的肉香天天在这王府里飘着，我要让他们一边吃着糠咽菜，一边闻着咱们的肉香，这才是刚刚开始。小姐，这回是真病了。谁病了？德妃娘娘啊！听主院的婆子说，昨儿夜里德妃娘娘就喘不上气，今早咳了一帕子的血。太医刚走，说是气急攻心，引发了旧疾。德妃在宫里作威作福半辈子，最是要面子。这几天听主院的烤肉香天天往主院飘，下人们背地里都在议论王府穷得揭不开锅，德妃刻薄。德妃听了不气出病来才怪。太医怎么说？太医说，德妃娘娘这病是亏了气血，得用上了年份的老参来吊命，普通的药根本压不住。老参？他那库房里
还有钱买老身吗？姑母都是青音无能，没能打理好王府，让姑母受委屈了。哭什么？赶紧去拿钱买参啊！表哥，账房里真的没钱了。之前为了置办日常开销，青言连自己的几件首饰都当了。这百年老参起码要500两。去库房把库房里那几件御赐的，王爷不可！御赐之物若是拿出府典当，那是死罪啊！万万使不得！表哥，听主院那边，姐姐的嫁妆里肯定有上好的老参。如果姐姐仔细……好。表哥，姑母的命要紧啊！姐姐既然进了王府，也是姑母的儿媳，孝敬婆母是天经地义的。大不了咱们以后还她就是了。李全，去把王妃叫来。找我来，什么事儿？母妃病重，太医说需要百年老参吊起，府里一时周转不开，你的嫁妆里应该有。王爷这是在命令我，还是在求我？沈明书，这是你婆母。哦，原来是婆母。我还以为表妹掌管中户，连这种救命的药都能精打细算出来。你到底拿不拿？不拿。你毒妇！我嫁妆里是有老参，不仅有100年的，还有300年的野山参，但我凭什么白给？我进府那天，你们给我走侧门；我接管王府，你们给我扔对牌；我吃饭，你们给我发霉的剩饭。现在你们快死了，想起我的钱了。王爷，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买卖？你要怎样才肯拿出来？很简单，我沈家从不白送东西。王府既然缺钱，那就按民间的规矩办，借据。什么？你让我堂堂大周亲王给你写欠条？不然呢？难道王爷想白拿？这叫什么？抢劫民女嫁妆？姐姐，姑母是长辈，你怎么能跟长辈算账？这传出去，你的名声还要不要了？我的名声早在大婚那天被你装病毁掉的时候就不要了。百年老参市价500两，300年的野山参市价3000两。王爷要哪一种？王爷想清楚，这笔字若是落下，晋王府的体面可就真成个笑话了。但如果不写，这气怕是吊不住了。拿去！还差个手印。春和在，拿着我的对牌去沈府库房，把那只装在紫檀木盒里的野山参取来。快去熬药！气息稳住了。王爷，这只是第1章，刘表妹管家的日子还长，以后需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王府的田契地契，王爷最好提前准备好。这才是最坚实的底牌。所谓的感情、婚姻、皇家颜面，在真金白银面前一文不值。小姐，您穿成这样是要去哪儿啊？出府。王爷和德妃娘娘要是知道了，他们现在自顾不暇，哪有功夫管我？父亲为我准备的嫁妆，最值钱的是裴家的3间旺铺和2处城外的庄子，这些产业我今天必须要亲自去看看。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们东家欠了我们黑虎帮的保护费，今天不交钱就砸了你们的店。胡说八道！我们瑞丰祥信来本分做生意，什么时候欠过你们钱？少废话，兄弟们，给我砸！住手！
光天化日之下聚众闹事，砸毁商铺，你们黑虎帮是不把巡防营放在眼里了吗？陆将军，我们这是讨债。讨债去顺天府，在这里动手就是寻衅治安，全部拿下！多谢陆将军出手相救，不然小店今天就毁了呀！陈掌柜客气，维护治安是本职。大小姐，起来吧。沈小姐，多谢陆将军刚才解围。职责所在，只是沈小姐千金之躯，怎么独自一人在这种地方？若是出了差池，在王府里待得闷了，出来透透气。今天的事是怎么回事？既然沈小姐有家务事要处理，陆某就不打扰了，告辞。等等，陈掌柜，说吧，陆将军不是外人。是晋王府的人。晋王府？谁？是柳青英姑娘身边的一个管事婆子。前几天她派人拿着对牌来，说是要寄到咱们铺子里300两现银，说是王府周转不开。我没同意，咱们铺子的规矩没有大小姐您的印制，谁的对牌也不好使。那婆子走的时候骂骂咧咧的，今天黑虎帮就来了。柳青英为了补窟窿，真的盯上了我的嫁妆产业。她不敢直接去沈府的库房抢，就想用管家对牌来打秋风。这不仅是穷，这是蠢。晋王府的规矩倒是让陆某大开眼界。陆将军见笑了，家门不幸。沈小姐打算怎么处理？算算今天铺子里的损失，被划破的米袋，砸坏的门面，还有伙计们的汤药费，一边列个清单，算出个总数。大小姐，照做就是。还有，放话出去，瑞丰祥不认晋王府的对牌，只认我沈明书的印记。谁再敢打着晋王府的旗号来借钱赊账，直接打出去。是。沈小姐好气魄。陆将军过奖了，被逼无奈罢了。若有用得着陆某的地方，沈小姐尽管开口。在处处算计的京城，巡防营统领的承诺价值连城，多谢。小姐，出事了！德妃娘娘的病好些了，突然想起下个月初8是她50岁的整寿。怎么了？她非要大办，说这是她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生辰，不仅要请京城所有的贵妇，还要请最好的戏班子连唱3天。大办？可不是嘛！柳青英在账房里都快急疯了，听说连自己的压箱底首饰都当了，可还是凑不出这笔巨大的开销。现在主院那边正在闹呢。50寿辰大办，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德妃和柳青英自己搭了个戏台，我若不帮他们把这出戏唱砸了，怎么对得起他们的精打细算？让他们闹，这寿宴办得越大越好。我辛苦了大辈子，50岁生辰还要看人脸色，节衣缩食。姑母息怒，是青英无能，王府如今确实周转不开，大寿的席面似冷似热是底线，燕窝鱼翅不能少，还得请戏盘子，至少要2000两银子。你去厅主院找沈明书要钱，她既然嫁进了王府，她的嫁妆就是王府的，她要是敢不给，我就进宫告她个不孝之罪。王叔，出什么事了？大小姐，柳青音那边派人去咱们沈府了。去干什么？抢嫁妆？不是抢，是借。那个姓李的管家拿着王府的名帖，大摇大摆的进了咱们相府，说德妃要办寿宴，王府周转不开。听说大小姐有一批上好的蜀锦和几对成色极好的羊脂玉瓶在相府库房，想借用一下，充作寿宴的回礼。他还说这事儿王爷也是默许的，说大小姐既然是王府的人，这些东西迟早是要用在王府的体面上的。萧凌默许，他大概是穷疯了。王叔，你怎么回他的？你们沈家不过是个臣子，哼！如今心腹进了王府，连点陪嫁物便都舍不得，
简直是见钱眼开不识抬举！放肆！相府的规矩，借东西可以，拿房契地契来抵押，并且要付3分的利息。这老奴，你敢？给我打出去！打得好，王叔，这些护卫没留下外伤吧？大小姐放心，都是军中退下来的老兵，下手之轻重，疼他个10天半个月是免不了的，绝看不出伤来。不过，德妃娘娘的寿宴就在5天后，他们要是实在借不到钱，会不会狗急跳墙，对您不利？狗急跳墙，他们已经跳了，这寿宴他们是办不成的。不仅办不成，我还要让他们在这场寿宴上把晋王府最后的一点脸皮全撕下来。王叔，这几天你按单子上的去做，5天后咱们去看一出大戏。是，老奴遵命。哎呦，王妃来了！王妃这身打扮倒是素净，不知道的还以为晋王府现在崇尚简朴呢。尚书夫人说笑了，今日是母妃的寿辰，明叔怎敢喧宾夺主？这府里的一应开销都是表妹在操持，表妹持家有道，自然是最妥帖的。诸位，吉时已到，开席。这就是王府的席面，这也太清淡了吧？是啊，我听说德妃娘娘最爱吃血宴，今日大寿，怎么连碗燕窝粥都没有？打肿脸充胖子呗。听说王府早就空了，连下人的月钱都发不出了。那个管家的表姑娘，刚才还装出一副贤惠的样子，合着就是用这些烂菜皮子糊弄咱们呢。这是怎么回事？我让你准备的上等席面呢？这些猪食一样的东西，你是要让我在全京城面前丢尽脸面吗？姑母息怒，青音真的尽力了，账上实在是1分钱都没有了。这些菜还是青音当了自己最后2件首饰才买来的。母亲，今日是您寿辰，别动气。各位大人夫人，府里最近确实有些周转不开，让各位见笑了。萧林，你不解释还好，这一解释可就彻底把王府破产的事情坐实了。德妃柳青音，这好戏才刚刚开场呢。你还有脸说？我让你去沈家借的东西呢？那些蜀锦和玉瓶呢？姑母，青音派人去借了，可是王妃的管家不借呀。王妃不仅不借，还让人把王府的管家打了一顿。王妃说她的嫁妆1分1毫都不会用在王府身上。青音就算求爷爷告奶奶，也变不出银子来办这席面啊。沈明书，母妃5时寿辰，你身为儿媳，竟然如此铁石心肠，你眼睁睁看着王府在众人面前丢脸，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娶进门一个毒妇，连婆婆的寿宴都不肯出1分力，我不活了！表妹这话说的真好听，我且问你，这3个月是你掌管中徽吗？是青音代管。既然是你代管，王府的账本对牌都在你手里，你办砸了寿宴，却来怪我不拿私房钱填窟窿。表妹，你拿我当什么了？晋王府的钱庄吗？你胡说！这府里早就没钱了，我接手的时候账上就是个空壳子。是个空壳子？既然是空壳子，那这3个月你吃的、用的、穿的是从哪里来的？3个月前我刚进府交出对牌时，账上明明还有2300两现银，外加4间铺子的3个月租金。2300两？青衣，你不是说账上只有不到100两了吗？表哥，我没有，姐姐她在撒谎。我撒谎？春和，把人带上来。这是干什么？沈明书，你今天到底想干什么？母妃的寿宴，你带外人进来放肆！王爷别急，既然表妹觉得委屈，觉得这府里的钱不够花，怪我不肯拿嫁妆补贴，那今天咱们就当着各位长辈的面，把这3个月的账好好算一算。这位是恒通钱庄的大朝奉，今天我要查晋王府的账，
一笔一笔，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的查清楚，那2300两银子到底是怎么没的？不行，王府的账怎么能让外人看？你给我滚出去！母妃怕什么？若是账目清白，自然还表妹一个公道；若是我冤枉了表妹，我沈明书愿意当众赔礼道歉，并包下这寿宴所有的开销。查，沈明书，如果你今天查不出什么，本王绝不饶你。好，先生，开始吧，就从刘表妹接手对牌的那天算起。王妃娘娘，王爷，这3个月的账算清了，结果如何？回王爷，柳姑娘接手时，府库结余却为2350两，但这3个月来，账面上出现了多笔极不合理的支出。第一笔是10月上旬，账面上记录购买极品血燕5斤，花费800两，但草民查了进货的药铺单据，那家药铺根本没有极品血燕，只卖过一批劣质的碎燕窝。总价不过50两，这中间的750两差价不知去向。没有，我没有，那是药铺掌柜骗了我。哦，那第二笔呢？11月中旬，账面上记录给各院采购过冬的银霜炭共计400两，但实际拉进府的全是掺了水的废渣炭，这笔钱也对不上。还有第3笔，上个月给德妃娘娘抓药，账面上支出500两买老参，但大夫验过，那是一只用萝卜须和廉价参凑成的假货。这3个月，柳姑娘代管中府，总计做假账拒报价格摊没银两，高达1800两。不仅如此，府库里2件御赐的粉册瓷瓶也不翼而飞。1800两，外加盗窃御赐之物，我那么信任你，你竟然偷我的钱！表哥，我冤枉啊！我真的是被底下的奴才骗了。我一个弱女子，哪里懂这些账目上的猫腻？是他们合伙坑我啊！王爷，现在查清楚了，不是我不肯拿嫁妆，是王府的银子都被这位好表妹抓进了自己的私囊。1800两现银，加上2件御赐瓷瓶，今天当着各位长辈的面，这笔账必须平了，否则不仅是对我不公，更是对晋王规矩的践踏。春和，奴婢在。带上人去刘表妹的院子，给我搜，找出那1800两。若是找不出银子，就把他院子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砸了抵债。你敢！青音就算有错，那也是晋王府的家事，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发落。母妃莫不是忘了，我是皇上御笔亲封的晋王妃，清理一个家贼，还需要向外人请示吗？王爷是想让沈明书搜院凭账，还是王爷打算替刘表妹填这1800两，顺便背个弄羞御赐之物的欺君之罪？搜！表哥，不要啊！春和，动手！各位长辈、夫人，既然戏已经开场了，不如随我一步揽月阁，做个见证。小姐，御赐的瓷瓶找到了，就在柳青衣床底下的箱子里。你这个母妃，快传太医！1800两板金算清了，但这3个月刘表妹败坏王府名声的债又该怎么算？把柳青衣关进柴房，你还想怎样？春和，把这些不属于王府的余值的摆件和物件全给我砸了，给母妃的寿宴助助兴。柳青衣拿王府的钱买这些御制的东西享受，你在前宴连给亲娘买人参的钱都出不起。现在我替你砸了这些赃物，王爷反倒来怪我。表哥，青音只是一时糊涂，表哥你信我。王爷心疼了，砸！全都给本王砸了，一样不留！王爷，
东西砸完了，不过这只算利息，本金的窟窿还没填上呢。沈明书，刚才搜出来的金条和银票，难道还不够吗？那些金银刚才吴朝宝算过了，只值1000两，但王府的烂账是1800两，加上刚才砸掉的赃物折价，还差3000两。表妹欠的债，既然王爷刚才想护着她，这窟窿自然得由王府来填。王爷，写欠条吧。沈明书，你不要欺人太甚！我欺人太甚？王爷，你讲点道理。是柳青音偷了王府的钱，沈明书帮王爷查出来了。现在钱不够，王爷作为一家之主，不该把这窟窿填上吗？本王没有钱。没钱没关系，王府还有产业。王府在城东有一处名叫沁水山庄的庄子，连带着几百亩良田。这庄子虽然年久失修，但也值个3、4千两。王爷把地契拿来抵押，这3000两的窟窿，我用我的嫁妆替你填了。你敢动王府的产业？沈明书，你嫁进王府图的就是这个？王爷别把我想的那么下作，沈家不缺你这一个破庄子，我是怕王爷账上空了，明天连买米下锅的钱都没有，又要去当铺当衣服，丢了皇家的脸面。这地契只是抵押，等王爷什么时候有了现银，随时可以赎回去。如果王爷不写，今天在场的诸位夫人可都看着呢。晋王府包庇家贼，连3000两的烂账都平不了。明日一早，御史台的折子怕是会像雪花一样飞到皇上的御案上。好，沈明书，你记住今天。拿去。多谢王爷，刘表妹交给你了，随你怎么处置。各位长辈夫人，今日府里家门不幸，惊扰了各位。改日明叔在天香楼设宴，亲自给各位压醉。不敢当，不敢当。小姐，您太厉害了，不仅平了账，连地契都拿到了，看他们以后还怎么嚣张。小姐，柴房那边传回消息，柳青音现在每天只能喝1碗馊水。德妃娘娘醒来，听说沁水山庄被抵押给了您，气得再次吐血，现在连床都下不来了。活该，但这远远不够。我袖子里那2张欠条和地契，必须变成套在萧凌脖子上的绞索。走，去城东接管沁水山庄。王妃娘娘，这庄子怎么？从今天起，这庄子归我沈明书管。去，把庄子里的账本拿来，再把所有的佃户都叫到院子。年年租子收不上来，还要倒贴钱，占着良田不干活。柳青音的这些亲戚倒是天天在庄子上白吃白喝。春和，带人把这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闲汉全部乱棍打出去。庄上的良田重新招募劳民，租子减半，但必须签死契。是。沈小姐，陆将军怎么来了？里面不仅有柳家这几年盗卖晋王府物资的证据，还有一份很有意思的供词。王爷，如今京畿水患，皇上命各大王府带头施粥赈灾，可咱们账上，要不您去求求王妃？滚！去求沈明书，本王宁可饿死！去把柴房大门打开，把柳青音给本王带过来。小姐，真让您料准了，半个月前咱们在黑市上低价收的粮食，现在全派上用场了。开锅！排队，都排好队，谁敢抢，1粒米也没有。谢谢大善人，谢谢大菩萨。大娘快起来，别着凉，趁热吃。这位沈家大姐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是啊，要不是她，咱们这大水天非冻死不可。萧凌，你在王府里苦思冥想如何挣面子，却不知这天下的民心
早已落在了我沈明书的手里。沈明书，你竟然被成千上万的百姓奉为神明，你手里到底藏了多少钱？陆昭看你的眼神，若由着你立下这等威望，本王岂不成了全天下的笑柄？回府去柴房。表哥，我错了，青音真的知道错了，求你放我出去吧，这里好冷。本王可以放你出来，但你必须将功折罪。沈明书在城外施粥，收买人心，本王要你在城南也搭起粥包，规模要比沈明行的更大。可是表哥，咱们府里的银票和首饰不是都抵给姐姐了吗？账上真的没钱了。这就是你要去想办法的事，找最便宜的粮食，不管是什么粮食，只要能熬成粥，能堵住灾民的嘴就行。本王要让全京城看到靖王府也在赈灾。表哥放心，青音一定办到。掀锅盖，给百姓们施粥。这粥怎么稀得跟清水一样？米呢？这米怎么是黑的？味道也怪怪的。饿极了的，有的吃就不错。沈明书，你想靠这个压过表哥，下辈子吧。这是给人吃的吗？有口热汤喝就不错了，穷讲究什么？这是靖王府赏你们的，不喝就滚！动作快点，赶紧把这几锅发完收工。场面铺得比沁水山庄还要大。明日上朝，本王定要向父皇好好表表功，挽回寿宴失去的声誉。啊！痛死我了！痛死我的肚子！这粥有毒，靖王府在粥里下毒了！表姑娘，出事了！这米是不是坏的太厉害了？这要是出了人命，咱们可担不起啊！不许胡说，是他们自己有病，跟我们的粥没关系。死人了！靖王府的粥吃死人了！我爹死了，我爹被他们毒死了！杀人偿命！靖王府杀人了！他们给咱们吃发霉的毒米，砸了他们的粥棚！保护表姑娘！王爷，不好了，出天大的事儿了！慌慌张张，成何体统？城南粥棚吃死了人，暴民砸了粥棚，现在暴乱了。吃死灾民，激起民变，这已经不是丢脸的问题了。在这当口犯下这等大罪，这是要掉脑袋的死罪。巡防营办差，所有人放下武器，退后，再有煽动者，格杀勿论。军爷，他们毒死了我爹，我们要讨个公道。讨公道去顺天府，冲击街道就是造反。各位乡亲，我知道你们受了委屈，我知道你们的亲人死得冤枉，是沈家大姐，是城东市州的沈家大姐。乡亲们，那些发霉的毒米不是人吃的，这笔血债，朝廷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但现在你们如果冲动犯法，不仅讨不回公道，还会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你们看看这米，看看这些馒头，这是我沈明书用我的嫁妆买来的，只要有我沈家一口饭吃，绝不会让你们饿肚子。红色期看天边雪啊，沈家大姐，我们只是想活下去啊！沈明书，从这一刻起，你不再是靖王府后院里那个憋屈的王妃，你是这满城风雨里唯一的定海神针。混账东西！朕让你去施膏安抚流民，你就是这么给朕安抚的？用喂猪都不吃的烂煤米去毒杀百姓，你不仅把皇家的脸面丢尽了，还差点激起民愤。若不是巡防营和沈家那丫头出面，你今天还有命站在这里吗？父皇息怒，儿臣
儿臣也是被底下的奴才蒙蔽了。奴才？什么奴才敢有这么大的胆子去黑市买这种烂粮？大理寺卿何在？臣在。立刻将靖王府负责失交的管事全部下狱严审，查清煤米来源，看看这里头到底贪了多少赈灾款。表哥，怎么样了？皇上怎么说？我不想进大牢啊！表哥，你救救我！滚开！你这蠢货！你看看你干的好事！现在大理寺要查账，你买煤米的烂账迟早被翻出来，我们全都要给你陪葬。灵儿，这可怎么办？这要是查出是青音干的，别人一定会是咱们王府指使的呀！我已经派人去打点大牢，让那管事把嘴闭严实，但他能撑多久，我不知道。表哥、姑母，这事儿其实有办法解。既然大理寺要查谁贪了赈灾的钱，那我们就给他们找一个替死鬼。替死鬼？谁？沈明书。沈明书在城东搭了那么多粥棚，买了几十万斤的米，只要我们在他的账上做点手脚，把咱们买煤米的单据悄悄塞进沈家的账本里，然后再找人指认，那毒死人的粥其实是沈家的人暗中运到城南栽赃我们。这样一来，买煤米毒杀灾民的罪名就全是他沈明书的。他不仅名声扫地，沈家也脱不了干系。好，这个法子好！那个小贱人敢逼你写欠条，这次我要让他连本带利全吐出来。好，就这么办。李全，今夜派人去大理寺，给张大人送一份厚礼。小姐，不好了，外面来了好多禁军和大理寺的衙役，把整个听竹院都围起来了。这么快就来了，他们还真是等不及。靖王妃得罪了，下官奉命彻查城南灾民中毒一案。经人举报，此案与王妃名下的米铺及沈家管事有关，请王妃交出账本，并在院内禁足，随时等候皇上召见。举报？谁的举报？可有凭证？王妃这就不用多问了。来人，搜！大小姐，神父出事了！大理寺的人把神父围了，抓走了王管家。王管家怎么了？大理寺说，在王管家床底下的暗格里搜出了1000两银子和购买煤米的黑账本，说王管家已经招认，是受了您的指使，为了省钱才买发霉的毒米。你们血口喷人！王管家对沈家忠心耿耿，怎么可能承认这种莫须有的罪名？王妃，如今人证物证俱在，您还是好好想想，明日在金轮殿上该如何向皇上解释吧。告辞。小姐，怎么办啊？他们怎么能这么坏？王管家肯定是被屈打成招的。这要是定了罪，不仅您要掉脑袋，连相爷和少爷都要受牵连啊！说什么？起来！小姐，他们想抓王管家，早就动手了，何必等到今夜？这是萧凛和柳青英被逼急了，狗急跳墙呢。黑心粮上已落网，顺藤摸瓜，人证稳妥。大理寺搜出的1000两和假账，做得太刻意了。萧凛以为买通了大理寺，就能做得天衣无缝，但他不知道，他在明处，我和陆昭在暗处。萧凛，你派人抓替死鬼的那一刻，你自己才是那只落入网中的猎物。小姐，外面彻底没动静了。大理寺的人真狠，送来的全是馊饭烂菜，连水都是脏的。相爷和少爷怎么还不派人来救您啊？父亲是当朝丞相，他最懂军心，这个时候他什么都不会做，更不会替我喊冤。为什么？您可是相爷的亲生女儿啊！因为证据确凿，大理寺连夜突审王管家，动了重刑。萧凛还暗中派人抓了王管家乡下的孙子。父皇，儿臣治家不严，没管教好王妃。儿臣万万没有想到，沈明书竟会为了私利，纵容沈家管事买煤米毒害百姓。儿臣大义灭亲，恳请父皇严惩审视，以平民愤。小姐，萧凛那个负心汉，在皇上面前上了请罪折，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现在全京城的百姓都在骂咱们沈家，连相府大门都被人泼了粪水，少爷在军中也受了牵连。小姐，咱们真的要坐以待毙吗？坐以待毙？不。我在等金钟敲响。既然萧凛和柳青英把戏台搭得这么大，连皇上都请来当看客，
我要是不在金銮殿上把他们的底裤扒下来，怎么对得起他们这番苦心？进去吧，快点出来！小姐，这饭馊的都没法下狗了，那些禁军真是不把咱们当人看。人证一起，顺天府库银账单已截获，明日辰时，金銮殿见。小姐，刚才那是陆将军送来的消息，是萧凛和柳青樱的催命符。萧凛以为封锁了听竹院，抓了王管家，就能天衣无缝地把罪名推到沈明书名下，但他算错了一件事。他以为把买美米的钱推到我账上，账就平了，但他忘了柳青樱是从晋王府库房里挪用银两去买美米的，那笔银子带有内务府特有的皇家印记。只要陆昭截住了那批还没来得及熔掉的赃银，萧凛的这个死局就不攻自破。春和，打水，我要沐浴。是，奴婢这就去。小姐，那明天上朝您穿哪件？是那件素净的玉色斗篷吗？不，把我进府那天穿的那套大红嫁衣拿出来。啊！可是小姐，明天是在金銮殿上变冤，穿喜服去会不会太张扬了？我不变冤，我是去退婚的。当初穿着这身嫁衣走进来，明天我就要穿着它干干净净的走出去。圣旨到，宣靖王妃沈明书即刻上殿面圣。小姐，大理寺来拿人了，您真的要穿着这身喜服去吗？当初沈明书穿着这身嫁衣走进来，今天沈明书就要穿着它干干净净的走出去。皇上，沈府管家王福全已经供认，是他受靖王妃沈明书指使，利用施粥贪墨赈灾款，购买发霉陈米掺入粥中，导致百姓中毒惨死，人证物证俱在，请皇上圣裁。父皇，儿臣识人不清，娶了如此蛇蝎心肠的毒妇，儿臣大义灭亲，恳请父皇准许儿臣休妻，将这毒妇打入天牢，以平民愤。传靖王妃觐见。儿媳沈明书叩见皇上，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沈明书，你可知罪？儿媳不知。人证物证俱在，王福全已经亲手画押认罪，你还敢当着皇上的面狡辩？大人说是人证物证俱在，那请问王管家是自愿画押，还是被大理寺用酷刑和其家人的性命威逼画押？自然是自愿。大人好一句自愿，酷刑之下何求不得？今日若是大人被大理寺上了夹杆，刀架在脖子上，别说买美米，怕是连谋逆的罪名，大人也会捏着鼻子认了吧？皇上，这毒妇不仅不认罪，还敢在金銮殿上咆哮公堂，污蔑朝廷命官。沈明书，你别在这里胡搅蛮缠。就算你说王管家是屈打成招，那大理寺从他床下搜出的那1000两现银和账本，难道也是大理寺变出来的吗？皇上，既然靖王殿下和大人都说物证如山，那儿媳恳请亲自验看那本作为罪证的黑账本。准。哼，你笑什么？大理寺卿大人，这本账册大人可曾仔细尝验过？自然核见过，面买卖美米的日期、金额都记得一清二楚，毫无破绽。我问的不是内容，我问的是纸。你大胆，竟敢当众损毁证物！各位大人，请睁大眼睛看看，这纸张色泽如雪，迎着光能看到里面特制的水波暗纹。徐老大人，您在内阁掌管天下文书30年，请您过目。这是什么纸？这是南唐岁贡的诚心堂宣旨啊！皇上，诚心堂纸一刀价值100金，历来只供皇室御用，或特赐给一品重臣，市井之中根本买不到啊！大理寺卿，你来告诉我，我沈家的一个跑腿管事，
为了省下区区1000两的差价去买美米，竟然奢侈到用价值100金的御用贡纸去做一本见不得光的黑账。他是钱烧得慌，还是脑子有病？诚心堂旨，该死！柳青衣那蠢货伪造证据时，居然从本王的书房拿了空白册子去抄写，那可是父皇去年特赐给本王的。这也许是他从沈相爷的书房里偷出来的。好，就算是他偷的，那请问大理寺卿，这纸上的墨迹呢？大理寺卿大人既然核验过账本，应该知道上面买美米的日子是半个月前。但大人看看这墨迹，墨色沉滞，边缘泛着青光，没有3个月的时间，根本吃不进指纹里。皇上明鉴，账本上记的是半个月前的事，但这墨迹却是3个月前写下的。难道儿媳有未果先知之明，在3个月前刚进府时，就已经算准了今日会有水灾，提前安排好了管事去买美米做假账吗？父皇，沈明书是在强词夺理，就算账本有问题，大理寺从王福全床下搜出的那1000两现银，那可是实打实的赃款，这总抵赖不了。那1000两银子，儿媳当然不会抵赖，因为那银子正是靖王爷你亲手派人放进去的。你一派胡言！恳请皇上宣巡防营统领陆昭上殿，真正买美米毒杀灾民的凶手就在殿外。宣！臣陆昭叩见皇上。昨日臣发现这名禁军行迹可疑，企图翻越神府后墙，将其拿下。经审讯，他已交代是受人指使潜入神府管家房中，放置1000两赃银，伪造账本。你这是屈打成招，你有什么资格审问禁军？来人！皇上请看，这些赃银底部全部印着内务府造办处印记，这是专供皇子王府使用的库银。沈家就算要贪污，又去哪里弄这些带有皇家印记的官银？这分明是有人挪用自己的库银，栽赃嫁祸。那个梁商是谁？草民是城南福记米行掌柜钱大富。皇上饶命啊！那批美米是草民卖的，但草民是卖给了靖王府的表姑娘刘雨清啊！是他逼草民以超低价把美米卖给他们，还让草民在米里掺沙子和姜粉去美味。你血口喷人，竟敢诬陷本王！王爷息怒，钱老板有靖王府管事亲自画押的买米契约，上面盖着的是靖王府账房的私印。传柳青营上殿。表哥，你救救我！我不想死，我都是为了帮你撑面子才这么做的。滚！父皇，儿臣真的不知情啊，是这个毒妇背着儿臣贪墨钱财以次充好，儿臣也是被他蒙蔽了。好，既然你不忍，就别怪我不义。皇上，不是民女一个人干，是德妃娘娘和靖王殿下指使的。王府早就空了，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是德妃娘娘和王爷逼着我去弄最便宜的米来应付差事。你这贱婢胡说八道！朕问你，堂堂靖王府怎么会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你这几年每年的俸禄和庄子的收成都到哪里去了？皇上，儿媳知道王府的钱去哪儿了。3个月前，德妃娘娘病重，王府账上连买一株老参吊命的钱都没有。这是靖王殿下向我沈明书借钱的字据，3000两，白纸黑字，还有王爷按的血手印。沈明书，你1个月前，柳青因贪墨王府库银，被我查出烂账，王府面临御赐之物丢失的死罪。这是靖王殿下把城东的沁水山庄抵押给我的字据，又是3000两。这几个月，王府买炭的钱、买肉的钱、下人发月钱的钱，甚至是德妃娘娘办午时寿宴的钱，全是我用嫁妆垫付的欠条。皇上明鉴，王府连日常开销都要靠打借条为生，靖王殿下甚至穷到要把御赐的亲王紫貂大袍拿去当铺死当。试问，一个连买菜钱都要问妻子借的王府，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指责我贪污？
我沈明书若是真想贪灾民那1000两银子，我何须倒贴几万两去供养这座吸血的王府？逆子！朕给你亲王爵位，给你无上荣光，你就是这么给朕争气的？纵容表妹贪墨，苛待正妻，甚至沦落到去当铺当衣服，写欠条度日。为了掩盖你的无能，你竟然拿发霉的粮食去毒杀百姓，还伙同大理寺伪造证据，陷害忠良。你这畜生简直丢尽了列祖列宗的脸面！传朕旨意，大理寺卿玩忽职守，草菅人命，革职查办，永不录用。刘青因心思歹毒，贪墨酷淫，毒杀灾民，罪无可恕，打入死牢，秋后问斩。德妃教子无方，纵容亲属，弑夺封号，降为答应，幽禁冷宫，无旨不得出。萧凛剥夺敬亲王爵位，降为闲散郡王，罚俸3年，闭门思过。没有朕的旨意，终生不得踏出王府半步。皇上，儿臣的恩典您还未应允。沈氏，你今日受了天大委屈，又替朕稳住了城东民变，立下大功。你想要什么恩典，尽管道来，朕无有不允。沈氏，你今日受了天大的委屈，朕都知道。你与萧凛的婚事确实是一场孽缘，但你终究是入了皇家御敌的。皇上，儿媳不要赏赐，也不要任何补偿。儿媳今日只求一纸退婚的圣旨。儿媳大婚当日被拒于晋王府门外3个时辰，受尽京城耻笑，此为萧凛无情。进府之后，听竹院给儿媳吃馊饭，烧尸炭，逼得儿媳要靠变卖嫁妆度日，此为萧凛无义。如今萧凛更是为了包庇家贼，用发霉的粮食毒杀灾民，甚至伪造证据，企图将我沈家满门抄斩，此为萧凛无德。如此无情无义无德之人，儿媳若再与萧凛顶着夫妻的名分，怕是九泉之下都无颜面对那些被毒死的无辜百姓。求皇上准许儿媳退婚，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求皇上开恩，老臣就这一个女儿，老臣不求她大富大贵，只求她能留着一条条命，平平安安的回家。求皇上成全。罢了，即日起解除萧凛与沈明书的婚约，沈明书的嫁妆1分不少，全部退还沈府。儿媳谢皇上隆恩。萧凛，晋王府这方寸之地的牢笼再也关不住我了。我沈明书终于自由了。沈明书，你还来干什么？来看本王的笑话吗？我来看你的笑话干什么？我是来搬家的。春和，动手，只要是咱们的东西，一件都不许留下。是。等等，你的嫁妆都在沈府，你来这里搬什么？这府里的东西都是本王的。王爷是不是记性不太好？我刚进府的时候，这听竹院里可是连一张像样的床都没有。这床是我花了100两银子从外面买的，那套茶具是我从沈家带来的。春和，把我们在院子里盘的泥灶给我砸了，那几口铁锅还有剩下的银双炭、半扇猪肉全部搬走。好嘞。王爷，这府里下人这3个月的月钱也是我垫付的。既然我现在不是晋王妃了，这钱我自然不出了。你们谁愿意跟我去沈家的庄子上干活，现在就站出来。留在这里可是连发霉的饭都吃不上。我们愿意跟着大小姐。这破王府
我们早就不想待了。沈明书，你把东西都搬走，你让本王怎么活？本王已经被禁足了，你连一口锅都不给本王留吗？我为什么给你留？你吃着我买的米，烧着我买的炭，却在背后算计我的命。萧莲，我不欠你什么。以前你觉得我带着百台嫁妆进门是高攀了你，现在我让你看看，到底是谁在吃绝户。把门锁上。嬷嬷，咱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收拾东西跑啊！可是王爷还在正堂呢。王爷，他现在连个闲散宗室都不如，皇上连他的俸禄都停了3年，这些连1粒米都没有，难道留下来跟着他饿死吗？树倒猢狲散，本王如今竟真的成了一无所有的废人。李全，传膳！没钱，没粮，连李成都跑了，本王要被活活饿死了。难道是父皇心软，派人来给本王送吃的了？开门！萧礼，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别以为你躲在里面装死就行了。你们胡说什么？本王堂堂皇子，什么时候借过你们的钱？哼，少废话，白纸黑字还有你的血手印呢，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是本王写给沈明书的欠条。开门，萧礼，再不开门，老子就砸了这破门！本王已经被父皇下旨禁足，任何人不得进出。你们擅闯王府的死罪！哼，少拿皇上压人，欠债还钱是大周的律法。你以为我们想进你这晦气地方？我们东家说了，你现在是个连俸禄都停了的穷光蛋。清水山庄的地契虽然在我们手里，但这3000两本金加上利息，那破床子根本抵不上。限你3天之内把剩下的2000两利息凑齐，凑齐我们就上折子去顺天府告你，让你这闲散王爷去大牢里尝尝滋味。2000两利息，这简直是抢劫！这是要把本王逼上绝路。这是本王以前送给柳青音的端砚。这砚台若是拿去当铺，少说也能换个几十两银子，几十两足够本王买米买面，撑过这段时间了。堂堂皇子，如今竟然要像狗一样钻窟窿去换钱。掌柜的，当东西。东西勉强算个老物件，但磕了个脚，死当还是活当？死当，能当多少？5两银子。5两？这可是上等的端砚，我买的时候花了60两。客官，这里是当铺，不是古董行，爱当不当。看你这穷酸样，估计也是从哪里偷来的吧？5两，不能再多了。你放肆！你敢这么跟本王说话？哟，劝本王呢？你以为你是谁呀？就算是那个刚刚被皇上削了爵位的靖王，现在估计也比你强不了多少。滚滚滚！别在这妨碍老子做生意。5两就5两，给我钱。真好吃。你身为靖王妃，竟敢在自己的院子里大鱼大肉，骄奢无度。本王以前竟然还骂他骄奢淫逸。沈明书，原来本王离了你，在这王府里竟然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小林，今天再不还利钱，老子就把你这破地方烧了！没柴了，也没米了，再不出去，本王真的会饿死在这里。
是本王的妻子，那是本王明媒正娶，用百台嫁妆抬进门的王妃呀！如果当初本王大婚之日按时开了门，如果本王没有纵容德妃苛待她，现在陪在她身边，是不是就是本王？明叔，明叔！如果大婚那天我早点开门，如果我不去管柳青烟装病，亲自把明叔迎进府里，如果我没有纵容母妃给他吃馊饭烧尸炭，大理寺卿，你来告诉我，我沈家的一个跑腿管事，为了省下区1000两的差价去买美米，竟然奢侈到用价值100金的御用贡纸。他那么聪明，那么耀眼，他原本可以成为我最坚实的后盾，帮我稳固储君之位，在这波追云诡的朝堂上披荆斩棘。我到底干了什么？萧林，你是个瞎子，你是个蠢货！明叔，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已经被逼到绝境了，王府没有一粒米，没有一根柴。沈明叔，求你救救我！明叔，见我一面，求你！王爷，表姑娘突然心口绞痛，咳血了。让那个沈家的大小姐在外面多等一会儿也好，挫挫她的锐气。畜生！小林，你真是个畜生！如果时光能倒流，我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明叔，明叔，是你吗？明叔！哟，这不是尊贵的郡王殿下吗？这大半夜的，不在您那破王府里闭门思过，跑到我们沈府门口来行大礼了？春和，你去通报一声，求你告诉明叔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他出来见我一面就一面。您还是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他不见我，他连见我一面都不肯，他不能这么狠心啊！我已经被逼上绝路了，聚宝坊的人要烧王府，我连饭都吃不上了。您吃不上饭，那是报应。您当初在王府里让我们小姐吃长毛剩饭的时候，怎么没想过狠心？您为了那个绿茶表妹，逼着我们相府管家顶罪的时候，怎么没想过绝路？现在您落魄了，想起我们小姐的好来了，晚了。我家小姐还交代了一句话，她说这大冷天的，您跪在外面也不容易，沈家心善，赏您一点热乎的。滚！以后再敢出现在我们沈府门前，我直接让护院放狗咬你！那扇门曾经为我打开过，里面有无尽的财富，有全天下最能帮我遮风挡雨的妻子。水，李全，给本王倒水。明叔，明叔，我错了，我把王府的钥匙都给你，以后你管家，本王都听你的。表哥，大理寺的牢房好冷啊，你为什么不救我？老鼠都在咬我的脚趾，你为什么不陪我一起死啊？滚开！你这毒妇，
是你害了本王，滚开！这世上没有后悔药了。本王曾将无价的明珠踩在脚下，却将毒蛇当成宝贝捂在怀里，这就是本王的报应。在这冰冷的囚笼里，伴随着饥饿、疾病和无尽的悔恨，度过漫长而痛苦的余生。每一天都是对灵魂的凌迟。退婚这3个月来，我没有回相府做个安逸的大小姐，而是接手了沈家在京城的所有产业。哥哥在边关浴血奋斗，最缺的就是粮草，我便将挣来的银两化为了这10万担新米和10万件棉衣。明叔，粮草已经装车完毕，巡防营抽调了500精锐，由我亲自护送这批物资前往北境。你亲自去？是，顺便去看看清源兄。这批粮草是你沈家毁家续弹筹集的，我不亲自送到他手上，我不放心。好，那我就在京城等你们凯旋。这是什么？打开看看。这是我在边关偶然得的一块好玉，特意找京城最好的工匠雕的。我知道你什么都不缺，但这平安扣是我求了护国的高僧开过光的。明叔，等我从北京回来，你愿意让我为你戴上它吗？曾经的我以为婚姻就是隐忍，就是在一个金丝笼里耗尽一生，但现在我知道不是的。好，我等你回来。出发！那些旧账我已经算得干干净净，我沈明书的人生才刚刚开始。